甫一开战，便派出上百名弩兵。中央军的火药消耗比我预想的更快。照此趋势，宁王那50桶火油，一入夜便会用完。战场上的局势完全符合郎君的预测，天黑之后便可以奇袭敌军后方，杀他个措手不及。 夫人，中央军发射的火箭比预想中的更急更快，郎君今夜便会带兵发起突袭。看来成败在此一举了。这上面说，宁王的火箭进攻导致河东军伤亡惨重，莫非蒋军早就料到我方很难打赢，所以才计划好了夜袭宁王？无论战况如何，这场夜袭都不得不发。一是擒贼先擒王，若是蒋长阳能够顺利进入敌营，控制住宁王，便可以提早结束这场战争，让更多的将士免于流血丧生。二是因为中央军营地位置刁钻，依双蟒山而立，就算是河东军打赢了这场战争，宁王也可以从两山之间的窄道撤退。那天险之地，易守难攻，他早就给自己留好了退路。若是他先行返回长安，在百官面前颠倒黑白，那便是后患无穷。我军士兵已经隐藏树林之中。禀报将军，中央军已经停止火箭进攻，弩兵皆已召回。敌方将领呢？禁军统领和2位节度使仍在阵前带兵进攻，宁王已在护送下退至阵地大后方。退得正好，还没入夜他就不观战了，看来宁王真觉得自己势在必得。整顿军器，牵战马来。是。苍提，是。苍提，是。苍提，是。将军如何？轻骑队接近宁王主营时，遭遇弩兵伏击，火油齐燃，火箭如雨，直扑轻骑小队。蒋军反应及时，率前队驾盾挥刀破势，然多名将士依然马垂，小队仅剩10余人。是否已按计划撤离？是。撤离途中，蒋军连上3箭，直逼宁王，谁知前2箭皆被宁王以一士兵为盾挡下，最后一箭正中宁王肩膀。宁王伤势如何？见退回主营，我便速速汇报。具体伤情无法判断。我返回途中，箭弩不断，小队恐怕短时难归。后面的跟紧点儿。郎君，你看。加紧回营，撤！大约寅时3刻，主帅刚走没多久，我们望见中央军后方燃起狼烟，随后营地东侧突然闯入一批死士。将军嘱咐过，深夜也不可轻敌，我们特意留了双倍士兵守夜，很快将死士擒住。但其中2人见偷袭失败，硬闯进军备营帐，放火烧了粮草，火势太大，扑灭时，所有屯粮几乎全数被毁。服毒死的，是。
被擒后，他们吞了毒，但我们活捉了一个。审出了什么？他们在开战前就已埋伏在东边山下，因为人数少，又躲在树丛中，一直未被发现。此事称宁王命他们等待信号，在我方大军力竭时潜进来刺杀主帅，但我们的夜袭激怒了宁王，让他临时改变了计划。狼烟今夜提前燃起，他们只得冒死冲了进来。这群死士一直潜伏在附近，若真是遇到我方士气低迷时突然杀入，这后果不堪设想。如今宁王临时变卦，我方营地又守卫严密，反倒把危险降到最低。这本是宁王计划刺杀主帅的最后一步棋，但宁王此时自乱阵脚，将潜藏的后手提前暴露了出来。这对河东军来说未必是坏事，只是此番夜袭未能轻敌，这仗只怕会越打越久。郎君可千万不要自责，宁王一旦慌乱，正面的主战场一定会受到影响，河东军希望尚存。原计划速战速决，如今失了粮草，河东将士再是骁勇善战，也只怕难抵饥寒。重新清点帐中余粮，看看还能撑几日。从明日起，每顿放粮减半。无论如何，都得守住东围关。是。夫人，郎君交代过，若意外发生，要带你们尽早离开河东，去往新罗。货船就停在岸边，我们今晚就走。芸娘，定护你周全安康。若是江山易主，生灵涂炭，身为大唐的子民，何谈周全安康？可人要吃饭，马要吃草。若是此战旷日持久，河东军岂不是会被逼上绝路？宁王自己给自己弄了退路，那咱们呢？哎，河东军营地背靠樊河，那要是打不赢的话，能不能直接划船逃跑啊？于征跟蒋长阳皆非贪生怕死之辈，怎会弃战而逃？况且宁王给河东军扣上了反贼的污名，若是逃跑，岂不是坐实了大罪？我们又将河东百姓置于何地？河东军早已做好了战死沙场的准备，又怎么会提前准备好船只呢？我们有货船，我们的船可载千斛，若是装上粮草，给河东军运去，难道你想横渡樊河？可营地位于樊水西南岸，想要渡河，需逆流而行。樊河宽阔，水流湍急，若是遇上暗礁水浪，可能会命丧水中，尸骨无存。可若是能够成功渡河，为河东军续上粮草，那么此役的胜算便会加上几分。芸娘听禀夫人吩咐。那我这就去清点库中囤粮。我也找伙计，把货都搬船上。等等，这些还不够。芸娘，你带人去河东的铺子，向百姓打欠条借粮，什么米面、草料、野菜，有什么收什么。是，记住，一定要盖上我们店铺的章子，承诺10倍奉还。慢点啊！程店主，杨店主，您怎么来了？这是我院长家里的渔船，虽不大，也能装上10几担粟米。另外呢，北方寒冷，将士们风餐露宿，易感风寒。我带了些汤剂丸药，送给河东军，以备不时之需。樊水汹涌，渡河艰难，您的好意我心领了，还请不要再冒险了。无妨。冯店主，
你帮我们赶走了绝北强盗，又带我们经商致富，丰衣足食。如今我们回报你，莫要再推辞了。更何况现在河东有难，于大将军正在战场杀敌，我们河东百姓不能看着不管不顾啊！是，没错。冯店主乃商户中诚信道义之表率，你本非河东人，尚能为河东军冒险送粮，我们更要为战场上的将士们尽一份力呀！是，尽一份力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多谢诸位了。大福，哎，张晨，是。方传，走。来，给我一个。谢谢。慢点啊，丽华。冯店主啊，哎，我家娘子囤了不少酱菜，一会儿就送到。多谢多谢。冯店主啊，我家铺子呀也备了个小货船，得找不少粮食，让伙计呀一会儿就给送到。好嘞，多谢。客气客气。来，多谢啊。郎君，宁王的火箭源源不断，咱们这连米汤都要喝不上了。这样下去，通知轻骑兵小队，整顿军器，1刻之后集合。您要亲自上战场？郎君，您常年蛰伏于长安，从来没带兵打过仗。带兵打仗我比不过于震，但我有功夫在身，能杀1个敌人就是赚1条命，杀2个就是赚1双。郎君，夜袭之计已然失败，于将军还在阵前杀敌，我怎能躲在营地里做壁上观？属下明白了。报！营地后方反水上发现可疑船只。你们看，到了。牡丹。这些粮食里有米有面，还有河东百姓做的酱菜，够将士们吃上2、3日的。若是不够，我再想办法。辛苦你们了。告诉将士们，河东的百姓跟他们同在，让他们不要灰心，大家等着他们大胜而归。这是什么？辛苦啊，不辛苦，冯店主。大夫，杨店主这小渔船没有遮挡，若是遇到水浪冲撞的时候，这些粮食肯定会受潮。这样，你回店里将我们之前存放的绝北火浣布取来盖上，这样可以帮助粮食防水防潮。若是船只晃动，不小心打翻了灯油火把，也可以防止火焰烧到粮草上。行，我去拿。去吧。大福，我刚刚说火浣布，对，火浣布确实还囤了一些，怎么了？夜袭败于火攻，若是我们有这些强韧又防火的料子做护具的话，做护具，我去拿，快去！库中存了不少与绝北国交易来的火浣布，但此布多是卖给酒肆刨除，尺寸很小。我便带着河东百姓们，连夜将布料拼接，缝制成宽阔的作战斗篷，还为战马做了面帘、当胸，专门用于应对火攻。这套我专门找你件盒子。我对比着尺寸，加大了用料，穿上以后可以抵御前面的火焰，也不会妨碍将士们勒缰驾马。下令整顿营中未受重伤的骑兵，准备2次夜袭，点燃火把靠近战马，让他们习惯火焰，免得遇到火墙再乱阵脚。是。宁王现在何处？据前线探报，宁王还在营中休养。寸营必争，务必赶在天亮前抵达中央军阵地后方。是。
据大营实力之处，发现敌营小队正在迅速靠近。自不量力。大王神机妙算，那江城阳果然不会轻易罢休。蒙昧小儿，以卵击石。准备的如何了？大王放心，我已命人将土渠重新填满了火油，势必令他们葬身火海。这次动作利索些，一个活口都不能留。把江长阳的人头取下，再来见我。是。放箭！再放！让骑兵来，不能让他们靠近大王。通知金培将士，马上回来支援。是。